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7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2月6日的这一节开始的。那这一天呢是星期一下午4点33分。一开始呢，就罗列了很多他们在医院住院期间接触到的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而这些是已经身体上有这种症状或者疾病的。比如说他记录了有乔治亚有椎间盘突出、胃溃疡、外科手术等等。雪莉也是椎间盘突出外科手术，苏西是膝盖外科手术，尚恩是胸痛，伯恩是冠状动脉小什么组朱莉是背部疼，荣达是外科手术，水疗部的史蒂夫是胃溃疡，黛比是脚后跟，Tom 是腿，麦克是肩膀。以上这些就是真从去年4月20号进入医院以来，我们知道有严重的医药问题的医院职员的一部分的名单。这些是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多少经常接触的人，而将他们的数目按比例乘以医院当中1000人左右的雇员，我们就会有那种百分比的生病雇员呢。我想是很高的百分比这个确实是很多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得病率或者他们的那个生病率要比正常人力还要高因为其实这里头罗想说的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医院这个环境，他们相信疾病的存在，而且相信疾病会对人体造成这样的一种伤害所以说他们天天接触这个，在他们的信念系统，这是一个最真实而正常的现象，那就导致他们的得病率比正常人高。罗想说的是这个意思今天当我抵达330病房的时候，真在唱歌给他自己听。昨天晚上当我结束打字的时候，他打过电话。今天早上我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工作，并在中午的时候去医院的路上寄了我们给莫德的信。今天气温刚好在冰点以上。今天早上真去了水疗部，他说他在那儿等待的时候，他也唱歌给自己听。而有个护理人员进来问他有什么问题他发出声音来午餐以后，在2点45分，真涂上了口红，照了照镜子。他说他右手的拇指有了一些额外的活动和自由。他今天的体温是98度3华氏又下来了。我忘了问他今天早上的温度他前2天在发烧。3点36分，真开始读昨天的课而做得非常好。我在处理邮件。3点45分，戴安娜进来，她指了指真说：“你是个名人。”戴安娜在一本谈雀门郡和埃尔莫拉的历史的书中发现了有关真的一篇文章，附带一张照片。我已经忘了这回事，但在几年前，一位比较年长的退休人士曾与真接触有关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俩都记不起他的名字，我相信是个与星报有关的人。3点56分，真在继续会读读得很好。而在4点10分结束，我在处理信的时候，他抽了一支烟。当时间开始晚了，他建议上一节短课。赛斯来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赛斯上来就评论直接说结论。还有一点我特别想提到的，就是赛斯想说的重点。虽然以前当然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它，那就是自我认可这个 self approval， 这个自我认可自我肯定的这部分。在昨天课里讨论过许多矛盾或者负面的信念都导致自我否定就是 self disapproval， 自我否定。那个信念是如此的矛盾，以至于要实践其中任何一个，你实际上仿佛否定了其他的你也相信的东西。因此不论怎么做，你都会有强烈的自我否定的感觉赛斯这句话非常具有怎么说这个绕口令的感觉他说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应该的是只有自我肯定，但是很多人都有自我否定的这个情绪或者这种信念。当你有自我否定这个信念的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你一部分是自我肯定的，一部分自我否定的。这两个部分，不论你
持哪一种信念，或者在某一个状态下你持某一种信念，你说我自我肯定的，但其实呢，你还有一部分是自我否定的，而这个时候你就否定了自我否定的那部分。能理解它里面的逻辑吗？就当你自我肯定的时候，因为你还有自我否定的这个信念没有清除掉，那你就否定了自我否定那部分的存在，你等于说还在自我否定虽然说你否定了自我否定，但是你还在自我否定，因为你不承认那部分的存在。这是赛斯告诉你，从逻辑上你就自我在打架了很正常，对吧？当你在自我否定的那部分的时候，那你就已经在自我否定了，那就更是自我否定了。所以说当你有自我否定的这个信念系统，不论你是在肯定的状态还是否定的状态就自我感觉很好的状态，还自我感觉不好的，你都是在自我否定。所以说你知道这中间有多么可怕为什么你这个很多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能好？哪怕你有一丝一毫，哪怕你还有一点的自我否定，你没有清理干净你这个心慈手软，有一点点的没有处理干净，你觉得我确实是还有没有那么好我确实没有那么完美我有一点自我否定，这不是一个很谦虚或者是很好的美德吗？或者是你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吗？我的身材也不够好，我的长得也不够好，我的脑袋也不够那么聪明，等等等等。你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你认为的一些所谓的客观的自我否定的东西都会导致你陷入一个无限循环的自我否定的逻辑里面去最终一个很小很小的自我否定会把它螺旋放大成一个完全的自我否定。为什么呢？就是他这里面说的东西，你虽然很小的自我否定，但是你在强烈的自我肯定的时候，你否定了这部分的自我否定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学习的时候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彻底的清除一些信念。这里面的彻底的关键微妙就在这儿。我们平常认为我们可能只能循序和渐进的，而不能说彻底的去解决。但是你知道不彻底的后患是非常严重的说你已经大半越过了那种反应他说你们基本上已经大部分时候没有那种反应了，然而偶尔它仍会回来的它偶尔它仍然会回来。当你担心做的没比自己该做的好的时候，或当你短暂的抓到自己以老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你就在自我否定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做得很满意的时候，或者发现以前按照旧的模式又在开始旧的信念系统又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就在自我否定了。要有任何真正的幸福感，一种自我认可感是绝对必要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可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幸福。无论何时记住，无论何时，由于你不觉得自己做到最好的行为而贬低或者惩罚你自己，这绝不是一种美德。记住他说的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希望你把它抄下来。无论何时，由于你不觉得自己做到最好的行为而贬低或者惩罚你自己，那绝不是一种美德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就是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惩罚和贬低自己。这一点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到我们在自己做的好的时候，他会肯定和表扬自己，哪怕自己做的有点不完美自己不满意，他就开始贬低或者惩罚自己了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种要求或者一种激励，或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学了这一节，虽然非常短，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一点，而且在实践中应用，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贬低和惩罚自己。记住，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这么做，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也是你获得绝对幸福的一个真正幸福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秘籍，或者是一个
小诀窍啊。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在实践中落实下来确实很难啊，就这么一个点。不过真的要留心那种反应，他说你要留心那种自然的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和一种贬低啊，以便你能阻止于他们在萌芽的时候啊，你要有一种觉察，就是当这种苗头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就掐死它啊，不要让这种自我否定和贬低自己的行为出现。告诉鲁伯他让你告诉鲁伯疗愈或者修好他右膝盖的这个能量，也能令他伸直啊。他说他现在右膝盖关节破裂以后，现在已经好了这是他自我疗愈的结果。赛斯说，你能把这个膝盖疗愈好，也能让它伸直，他现在是卷曲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能量他说就那方面来说，他一直在做的精神运动是极佳的就是真的精神运动、思想运动是极佳的。不要担心保险的事情，他正在解决，而且是与你们有利的方式在解决。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包括对自己的健康和疾病的这种方法，你要尽量的记住，游戏性的想象你们的忧虑飘走了，或者爆裂开了，或者不论什么方式，记住应该是游戏性的做。记住，就是当我们有烦恼有忧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像游戏性的想象一下这个东西飘走了，消散了，溶解了，挥发了，爆炸了，粉碎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想象都有助于你缓解就是当你的忧虑来临的时候当你面对生活的压力和身体上的困境的时候包括财务上的压力、感情上的危机的时候，你都要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忧虑把它消散掉，这是你必须要用的一种方法之一。你可能令自己惊讶，发现自己像有个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开心你可能会让自己很惊讶像自己有一个新玩具的孩子这么来开心的你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把忧虑给消除掉了，给它清理掉了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真就回来了，真说是我他说谢谢你这是赛斯已经说完了，这段非常的短但是你记住他说了2个点。第一个点，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贬低和责备自己。第二个点就是当你真的有忧虑的时候，你要游戏性的想象它们消散掉，或者是溶解掉、挥发掉，都是可以的记住这个动作是要做的，这是一个需要做的动作就是思想上要做的动作。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很难完全消除到你现在已经有的这种焦虑和忧虑4点45分，我忘了告诉珍我昨晚的一个梦，不怎么详细。我梦到我探访一些朋友，我相信是一对夫妇，而他们家里有自己的几只猫，我们的比利也在那里。到我离开的时候，我应该把比利带走了，他开始到处找比利。每次我抱起一只猫，便发现它不是比利。每只猫的花色多少都相似，但在颜色和花纹上有足够的不同，以至于当我或者我找到比利的时候，我会知道就他知道那不是比利很有意思的梦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2月7日这一节，这是星期二下午4点04分。昨天晚上珍打电话来的时候打电话来了，今天很冷，当我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是华氏22度，这冰点以下，零下多少度我在银行停了一下，去买汇票付账单。今天早上没有人来量珍的体温，因为他已经退到了正常的范围了。午餐以后，珍告诉我，史蒂夫和 Tracy 星期天晚上发了个电报给他，说了为了种种理由他们没有办法过来。珍忘了告诉我一个注，这是珍改变他自己想法新活动的第6天。3点02分，午餐以后，珍开始读昨天的课，他读得相当的好。我回信，珍记起了他在阙门郡历史里写我们故事之退休记者的名字，叫博尔斯，而这个触动了我自己的记忆。这个人叫 Tom 伯恩
3点15分，真读完了那个课，做得相当好。在3点55分，一个学生量了他的血压，很好。真早了一些说准备好上课，他决定不等人来量体温了。房间里很暖和，而我关了暖气并开了窗。有时交通的噪音会扰人，而那个效果令我想起，当我们在西华特街458号上课的时候，那种喧扰多常造成问题啊，多么经常造成问题。那时候他们住在公寓里头啊，噪音会更大啊，而且是在市中心的位置啊，在一个桥旁边。每天晚上，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你就知道啊，一旦出现任何交通事故啊，那个警笛声会响彻夜空啊。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警笛的声音啊？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啊，一般会有很多车辆到场。一般只要交通事故发生，有人只要报警说有交通事故发生，首先这个消防那个车辆会来啊。美国的消防车辆它兼顾着抢救的工作啊，它不仅是消防，它的消防和救护往往是如果救护车没到的话，消防员会率先抢救。一般来说，最先到的是消防对，他们的速度总是最快不知道为什么消防的车有时候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有时候来1辆，有时候来2辆多的时候3辆4辆都有可能。你想想，那么庞大的消防车大的消防车呼啸而来的时候你想那个警笛声多么大然后第二个部门就是警察警察肯定要到现场。那警察一般也不会，都不会1辆车有时候2辆，有时候3辆偶尔也会有1辆车的时候你想2、3辆警车就过来了。然后同时医院的救护车如果是有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或者是有受伤的风险的时候救护车也会跟着来消防车来是怕汽车发生爆炸引起次生灾害，同时怕人卡在汽车里出不来，消防车会把这人从车里给他用各种工具给他弄出来所以说消防车是一定要到现场的。消防、救护和警车这3个部门的车辆都会拉警笛。所以说你想想，只是一个交通事故就有3个部门多辆拉警笛的车到现场，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城市的夜晚这个警笛声响彻夜空。尤其是在纽约、芝加哥这种大城市的市中心附近，那几乎是不停所以说那个噪音是非常的烦扰的。对，然后赛斯就来了，他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书的口授他讲书他说，那么所有的生物也都天生具有一种深刻的自我认可感。所有的生物记住是所有的生物天生的自我认可感，就自我认可就他前面说的那个 self approval 这个东西每种生物生来都为自己骄傲，并且爱他自己。那样的自我认可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但被如你们认为的生物，也被原子分子以及所有阶层的物种所经验到每种生物生来都为自己骄傲的，并且是爱他自己的那样的自我认可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但被如你们以外的生物，被你们以为的生物这样子原子分子也一样，就是任何有世间万物你认为有生命的和你认为没生命的，他们都是如此的为自己骄傲，并且爱他们自己。我们人更应该如此其他的物种都可以做到，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骄傲的爱自己呢？鲁伯曾写过一首诗，关于在窗棂上的一颗钉子鲁伯曾经写过一首诗然后呢，他赋予那个钉子的意识与自我觉察，他给钉子意识，并且说赛斯说，且说每个钉子的确以他自己的方式对自己有反应他的行动，他自己的行动和反应。
他说一根钉子不可能选择跳下了窗棂，在房间里四处跳舞。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啊。钉子对刺激的反应不会反映到从窗户上自己跳下来啊，在房间里到处乱跑跳舞。但一根钉子的确对房间对窗棂是有觉知的，而且觉知窗子两边的温度，它能感觉到两边温度的不同啊，那屋里和屋外的温度的差，钉子是能感觉到的。组成钉子的原子和分子拥有自己的活泼的意识啊，就是这个原子和分子虽然是组成钉子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自己活跃的意识，不是像你想的死气沉沉的啊，它不是活泼泼的。这些原子和分子，它们的动作是被电子所指挥的啊。这里头赛斯提到了一点，电子是很关键的啊，确实是电子很关键啊。等你学了这个原子的这个什么基本的物理学啊，尤其是到了后面的这个量子力学以后，你会能理解啊，电子在中间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决定了这个原子的组成和成分。这里面我们不展开讲啊，回头再讲到量子力学。关于质子和中子它们之间怎么相互转换啊，变成一会儿多一个质子一会儿少一个质子，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啊，也要涉及到原子核内部的这些几种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我们会谈到电子为什么在原子这个层面上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它自己内在这个钉子的原子内钉子事实上是经验到不断的活动的，因为组成钉子的原子它受电子的影响，它是不断的活跃活泼的是非常活跃的，的确是以了不起的对称和韵律在执行一场舞蹈。他说钉子虽然不能在房间里跳舞，但是在它内部确实是以对称与韵律的方式在执行着一场舞蹈如果你去观察或者是有对这个电子的活动进行观察的话，会发现它们的确是像在舞蹈为什么是以对称的方式呢？如果你观察过电子的轨道，你会发现电子的轨道是有一定的规律和韵律的它在轨道之间会有跃迁，而这种电子以电子云的方式存在电子的运动和电子的这种方式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它符合一定的运动的公式它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能量跃迁的模式在运动，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漂亮电子云的那个方式非常好看，所以赛斯里面称之为对称和韵律那么钉子的确是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认可感的他在非常完美的在跳舞进着一场舞蹈。赛斯说我提到这个只是要强调自我取乐和自我认可是自然特性的事实这是赛斯想要强调的，自我取乐和自我认可自我愉悦自我认可是自然的事实实际上使得你们整个物质世界的和经验世界成为可能的特性。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属性，自我取乐和自我认可，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我们的经验世界才有可能存在。他这个意思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自我取乐和自我认可，我们的物质世界不存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也不存在，就我们的感觉的世界也不存在。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存在，不论我们认为的物质世界还是我们的感受的世界，都是依赖于这两个基本条件，这是两个前提万事万物都是在自我取乐和自我认可的，一定记住这是两个基本的条件。所以当成人不慎颠覆了一个孩子的自我认可感的时候对，是非常不幸的，说这是非常不幸的
一个孩子是自我认可的，但是因为一个成人却打破了或者是破坏了一个孩子的自我认可感。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可能被逮到在说谎被逮到说谎了，因此被一个大人以最愤怒的用语贴上骗子的标签，这时候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自我认可的一个颠覆。他撒谎是事实他做错了这件事没有错，但是他做错了这件事并不能用来否定这个男孩子的存在或者他自我认可。这是他做错的一件事儿而已，并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否定了这个男孩子。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中间的道理这件事儿本身我们不要去放大去否定一个人这是两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因为一个小孩撒谎，你就说你是个骗子，以后我不再相信你了，这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种自我认可的毁灭。他本来是自我认可的，对，结果被你这样的一顿愤怒的说你这个骗子小孩，从小就骗人等等等等。很多出问题的孩子都是因为他的自我认可感被大人毁掉以后，他才开始自暴自弃的。所以我们作为成人来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住，不要毁掉孩子的自我认可、自我肯定、自我娱乐、自我这个赞许的这种一个洋洋得意的，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个天天开心的小孩子，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在教育中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一定时刻要注意的一点反之就是像前面做的那种不对的方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做一个区分一个区分。那个孩子犯了一个错比如说他说了谎，但他自己并非是那个错误或者是谎言，他能随之改变他的行为，同时仍然保留他的自尊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我们做一个区分，他说谎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对的，但是要告诉他，他说谎这件事情不能定义说他这个人就是个骗子。这件事儿不对了，并不能证明这个人整个就不对了，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在4点16分停顿良久，所有的生物基本上都有善的意图所有的生物都有善的意图说到上面保留自尊这块这是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中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种新式的教育，或者是新时代的适合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教育。我们也在今年秋天也就暑假以后，我们准备开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智慧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孩子包括他的家长也可以来参与当中。这里面的其中你也可以看到赛斯关于教育的很多理念跟我们很多的传统理念都是不一样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他指出了如果我们按照错误的教育理念去教育孩子，对孩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深刻的影响我们以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性，那现在赛斯把这个危害性给我们指出来即使当他们做出最可疑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往往是被一个误导的善良意图所引起的就是虽然他们做出很可疑的行为，我们都要相信他们的底层是被一个善良意图所引起，而不是他们天生就想做坏事
事实上啊，许多罪犯都被正直的扭曲的版本所促使的。这一点啊，我们要记住，很多罪犯的犯罪行为往往是被正直的扭曲的版本所促成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很多青少年时期啊去打架啊，因为这个犯了罪啊，这时候在他们的信念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正义啊，或者是为了哥们儿义气，或者是为了朋友之间的友谊啊，他去出手啊，帮助朋友去解决问题。多少青少年都是带着这种的信念犯了罪，也就是他把一个正直的理念，他给扭曲成啊为朋友两肋插刀了。但是你说他的底层信念是有多么邪恶吗？没有啊，他跟那些武打小说里面的那些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的，他认为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扭曲的版本，但是他们认知不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我举这个小例子只是想告诉你，有些犯罪分子啊，许多，不是说所有，只是说许多犯罪分子，他们都是因为这种被正直扭曲的这个版本所促成了啊他们的犯罪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来会在本书中还有可说的，但是目前我想要强调的，与蓬勃生机、健康和幸福相关的自我认可之重要。在这儿我现在只想强调一点啊，就是跟勃勃生机、健康和幸福相关的，就是这种自我认可。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它的重要性，这是我这一章或者这一节最想强调的。然后他说口授结束，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啊，这一节就结束了。再次说，按照我说的那个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再说，但我的确加速了鲁伯疗愈过程的那些坐标。我也提醒你们，只要可能的时候就读前一天的课啊。前天的课就关于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拉扯，强调了为什么要自我肯定的这个点啊。然后也强调了当忧虑或者是这种忧虑行为存在的时候，怎么用一种想象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把它们消散掉。这两点都是前一天课程中重点提到的啊。然后到4点21分，真告诉我昨天给他换绷带的这个玛丽珍惜说到他其他的愈疮疗愈的都非常好。4点45分，陶乐斯量的真的体温 99.3 度。当他离开后，真说看吧，我不相信我的身体，不信任身体，反而由于我的温度又像那样高了起来而生气。他说你看，他不相信自己的身体，然后身体体温一升高，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生气，说你怎么这么不靠谱，怎么温度又升高了啊？所以这是真99要比98就已经是接近于低烧的水平了啊。而真没有读前天的课，而今天早上我在家读了啊，这是罗说的。让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2月8日这一节，是星期三下午4点24分。罗说今天早上在我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天气很冷，当我在12点半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大约是22华氏度。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刚替针翻了个身啊，这是一个叫丹尼·欧森的人啊，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打来的。他在圣诞节寄来了一些自制的水果以及蔬菜罐头。去年他也曾写过一串长信，署名是我意思是我无法为所有那些东西的回信谢他。他在前年圣诞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啊。
在一封早前的信里头，他曾寄来他自己的一些照片，而要求我退回给他们。我这样做了。在那之后，他不再将他的地址写在信上，同时我也将他的地址放在楼下的一个储藏室里头，和许多其他的地址当中放在信箱当中，而还没花时间去找，以便我能回信。又一个常常发生的信件的麻烦的事情，就是罗在回信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很多很简单的但是很繁琐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人，比如说他经常写信会把他以前寄过来的东西再要回去，那这对罗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你想想，他要从每天几十封这样的读者来信当中，每天去找到若干年或者去年的某一封信里面的内容比如说他寄了几张照片，你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再寄回给他。而如果这个人还经常不在信上写回信地址的话，你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寄他。比如他有的信上写地址，有的信上不写地址就写他这个回邮地址。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寄给他呢？就很麻烦所以说罗就想告诉这件事这让他很烦恼很麻烦。今天他告诉我，他从他通讯的某个卡洛莱纳的那个人得知珍住院的事情，所以他打给我们区域的这个医院他打给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区院，每个医院都打，他就问有没有珍罗伯茨这个病人在住院。直到他得知珍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一个简单的程序。而罗说，我希望别人不要跟他学，不要到处去查珍住在哪个医院，打电话过来。我不认为他会再打回来，他希望这个人不要再就打这一次就够了不要再打了虽然很有可能他再打过来。结果我们有个相当辛辣的对话，就是他们的对话并不愉快为什么呢？罗不想让他再打，他想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让他觉得他们之间像朋友一样，非常的这个熟络这种熟络以后，那他可能会像朋友一样经常打电话来，而罗不希望这样子在其中，我希望我疏离他到一个地步他希望他能疏离他，以至于他不再来打扰我太太和我他想跟他保持距离。我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精力是充沛的，但就我来看，仿佛在许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而我在好几点上都反驳他。他似乎如此赞同赛斯资料，以至于他说我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以至于他说他现在停止阅读其他的任何东西了他觉得赛斯资料太好了，他不再读其他任何东西了。然而罗说他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然后他又接着说他广泛阅读了其他资料，他在自相矛盾他前面说他除了赛斯资料什么书都不再读了，当罗反对他的时候，他又说那我其实还读了很多其他资料呢之类的事我可以判定他不了解，作为一个有创意的一个领导者，一个不跟随别人却是独立自主的。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至少我知道他对我的高估是破坏了的是破灭了的。罗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作为一个读者来说，你不应该把珍或者罗当成一个什么偶像或者一个很优秀的人来对待，你应该更相信你自己，而不能该盲从跟随别人。那显然他对罗这个制作赛斯资料的这个人肯定有一些想象的画面，或者想象的罗应该是怎样的人。是他应该想象罗，当罗听到他说我只读赛斯资料别的都不读的时候，他希望罗是一种赞许的开心的。他没想到罗是反过来反而劝他说你应该更读一些其他的资料对这个读者来说，他可能会有一种幻灭说你看你作为赛斯资料的这个写作者，你居然都不去我跟你说我只读赛斯资料，你居然都不开心然后罗说呢，我结果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即使珍和我永远不可能过上别人可能对我们建立的幻想画面他说这个是
所有的偶像都会面对的问题啊。就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会活在他们的这个粉丝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追随者期望他们生活的这个画面，那是他们幻想的，而不是这个当事人自己希望的。当半个小时的对话结束以后，我告诉珍，我也很觉知自己的行为里的矛盾。结束之后，罗做了一个反思，他说他发现他自己的行为里头也是矛盾的。哪里矛盾了？比如说，我们将我们的作品拿出来，放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舞台上，而希望他们会对它付出足够的注意力。然而，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有时又令我们扫兴。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作为书的这个作者我们把书出版出来，我们希望赛斯资料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希望他们更重视我们的赛斯资料，但是当人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反而又有点扫兴，说你不能光读赛斯资料，你应该多读点别的资料。罗说，你看我们也多么自相矛盾啊。是的，人们就是这样子经常的自相矛盾经常的自我否定。你到底是让人家读还是不读？你们把书写出来，不就希望更多的读者花更多的精力去读这本书吗？当人家这么做的时候，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了呢？很有意思我学到人们的反应是太变化多端了，以至于我们无法期待他们照我们的样子行事对，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能理解罗的这种表现。换句话说，罗针对这个人说，你不能只读赛斯资料，你应该多读点别的东西这个呢，是因为罗对这个人的一种感觉和直觉我也会经常跟很多小伙伴这样去说，我也经常会在赛斯资料里夹带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资料的原因，就不想让大家被赛斯资料这一个资料所完全的限制住、牵引住就是他只读赛斯资料。但是针对一些人针对很多很多人，我是希望大家多读赛斯资料的。换句话说，针对不同的人，我会说不同的话。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对于那些自我会平衡的人，或者是相对来说自我的这个平衡做得很好，就是他不会钻牛角尖这样的人对于不钻牛角尖这样的人，我会建议他多读赛斯资料甚至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赛斯资料。对于那些本身就容易钻牛角尖的人就过于的精力过于的旺盛，过于的极端过于的一根筋的这样的人，我会建议他多读点别的资料。所以说你现在能明白罗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中间有他矛盾的地方，但是他内在有他一个自我的一个觉知，他针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建议。这里头罗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读者怎么来行事，怎么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平衡。所以说这是不能对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想法要说出来在这里我也再次跟大家再次重申一遍如果你是一个自我平衡，我指的平衡是对认知的平衡，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人的话，那我建议你多读赛斯资料。反过来，如果你是特别容易盲信迷信，比如说曾经学佛教的时候一门心思只学佛教，曾经学某种哲学思想的时候一门心思只学某种哲学思想，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我建议你在学习赛斯资料的同时，应该多学些其他的资料记住，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的特征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我们的建议也是不同的。我们必然是害怕那一点但是当丹尼大声说他妈的罗，我要你对我像我对你一样的敞开的时候，我不很高兴。你看在电话里头这个丹尼就跟罗说，他说罗，你能不能不要总端着，你要像
我对你这样的敞开，你也要对我这样的敞开。他觉察到罗跟他在刻意的疏离和保持距离啊。罗前面也说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和理由的时候，所以说当这个丹尼这样说的时候，罗是并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丹尼完全忘了他不应该投射他自己的感觉在某个十分可能不同的人身上。对，就是丹尼希望别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打开，完全的敞开，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投射出去啊，投射给别人，让别人像你一样这样来做啊。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啊，我不禁好奇，在人们遇到赛斯资料或我自己的想法之前，他们做过什么？对，罗说我在开始想，他们没有读赛斯资料之前，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效仿谁呢？他们是不是在追寻上帝，追寻某一个其他的大师、上师追寻某一个宗教的流派？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些人没有读赛斯资料之前，他们在痴迷于什么呢？在效仿谁呢？他用的效仿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追随谁呢？他们如何填满他们的生命呢？以哪个英雄或者巾帼英雄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偶像呢？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没有写书，或者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原创性的哲学，他们相当满足于跳跃在别人的作品上，而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包括真和我不以我们该反应的方式反应。罗说了一个很客观的观点，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在不同的思想上跳来跳去不同的流派哲学思想上跳来跳去，他们很少能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哲学和逻辑来。然后在他们跳来跳去的过程当中，他们忽而生气，忽而狂喜当他认同某一个观点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狂喜，当这个观点戳痛他，或者是他并不认可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会写信去跟作者去掰扯，或者是打电话去质问。赞同他也会写信去赞美表示自己多么的认可那现在网络时代就更方便了他就直接留言回信，或者是在点赞等等，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而这时候罗他有了一个深刻的分析，因为他毕竟在写赛斯资料这么多年中有了自己的洞见。他说人应该追随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在别人的思想上跳来跳去，没有深入的去想一下自己应该去怎么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怎么过，而不是看着别人的教科书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论别人的指导多么的有益，或者是多么的有价值，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生活准则，符合你自己的，而不是某某某人说了什么什么，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什么而是你自己的一种想法。这一点他是一直想让我们能够理解的这里头他怕大家产生误解，他说他和真也有同样的问题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忘了或者不了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导致了我们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们不是不一样的人，作品也许会不同，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他的意思是说，不同的作品不只是赛斯的资料是因为罗和真他们俩的性格如此，才创造出这样的资料来。如果换成另外两个人，可能资料的内容是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换成两个更阳光、更乐观、更开朗的人，可能赛斯资料会有更多的幽默和喜感在里面。如果换到两个更忧郁的人，可能会更这个忧国忧民这个大慈大悲的，把这个赛斯会变成一个这个菩萨的形象而正是他们这两个人才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赛斯资料是这样的一种味道或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不是他们俩，可能这赛斯资料也不会存在。如果不是他们俩的这个性格赛斯资料可能也不会存在
他的意思说的挺硬的啊，就是他的意思是很强硬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罗和真不会按照你们读者的愿望去生活，或者是按照你们的期望生活在你们的期望里头，绝对不会。我们只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你们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们也不会为了讨好你们，或者是为了迎合你们，活在你们的想象里头啊。这是他想表达的。他正是因为这样，塞斯资料才得以存在。而且他反过来想告诉读者的是，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也应该活在自己世界里，像我和真一样，不受你们的影响。你们也是应该这样啊，不要追随某一个教派和流派啊，听别人啊人云亦云的，没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啊，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完全是今天追随这个，明天追随那个，后天追随这个啊，就是不停的在追随各种大师的道路上啊，然后这中间还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感慨，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去抨击啊。他说我也想到那个电话可能强迫我改变我告诉通信者的话，他也许就是这个电话会影响他后面对这些来信人的回复啊。而另一面，以我提供给莫德刊在改变实相里的关于我们的消息，我对信件的反应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在莫德写了刊登在一个改变实相的这本书里头，他俩留下了联系的方式啊，和他们俩就真住院了，需要大家帮助和捐助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可能甚至还留下了一些联系的方式，可以给他们捐助的方式。然后他就想说，那这个读者打电话进来，他觉得是一种骚扰啊，因为听到真住院了嘛。这个作为一个粉丝，狂热的粉丝，四处打听真住在哪个医院里头，然后打电话进来，这个让罗其实很恼火的。他说，罗说，我既然对这件事情这么恼火，那我为什么又在这个莫德的这个书里头又写上我们的现状和情况，希望大家来帮助我们呢？他说我这不是很分裂吗？等于说我已经把我的事情公之于众了啊，我们真在住院，需要大家帮助。而一个读者真的打电话过来啊，就是因为对真的关心，而我又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啊，那你生气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秘密了啊，很显然人们给我们的钱的主意可能有一个消极的面，但我无法说我不知道那一点。罗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公开的接受捐助，我们几乎就没有秘密可言。这是罗的意思啊。他说这就是我们接受大家捐助的一个消极的一面。罗说我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那我就要准备接受我们俩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没有太多秘密而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没办法，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选择他说当我在电话的时候，你看同时性多么有意思，一位护理人员给了我们一封苏华琼斯的华金斯的信。当我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张海伦格兰杰帕克签署的1000元支票在当时那个年代1980几年，1000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钱不像现在1000美元那时候1000美元可能得有相当于5000美元，我猜的可能都不止大概也许等于1万美元吧，我猜的说在1980几年的时候借了他1000美元我问珍这个波曼小姐给我们钱做什么我一时糊涂了，他搞糊涂了因为我在塞尔高中的美术老师叫海伦波曼，他把这个海伦和那个海伦他搞错了直到他后来结婚，我们仍然管他叫海伦波曼帕克，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只有中间的字不一样他的老师叫海伦波曼帕克，这个给他捐钱的人叫海伦格兰杰帕克
如果中间的字不提，因为美国人很少写中间的字，他都会前面两个都叫海伦·帕克。所以说这时候罗认为是他高中的美术老师给了他寄了$1000啊。我一直视她为波曼小姐，结果写支票的是海伦·帕克，读了莫德在改变实相里的文章而寄支票给苏，转寄给我们，以确保我们安全地收到这张支票。而这个海伦·帕克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你看他上面刚担心这件事情，他正在打电话跟一个叫丹尼的这个读者啊，他在跟人家刻意保持距离，不希望人家再打电话进来啊。他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态度让丹尼很恼火啊。那这种状态就是他的小心思嘛，罗的小心思。可是这时候你看，同时他们寻求帮助的这个书出版以后啊，就有读者开始寄支票给他们了。就跟他前面的这个话正好遥相呼应啊。他说今晚我也许会打电话给这个捐钱的人以及苏啊。我告诉珍，我不知道是否重视这2位海伦·帕克的意义。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生命中会出现2个海伦·帕克，2个人，而且都涉及了钱。因为我在海伦这个前面那个他的老师借钱给我去读纽约市的艺术学校的时候啊，就等于说罗去上纽约艺术学校的学费是他的美术老师给的他。这个美术老师叫海伦·帕克啊，当然叫海伦·波曼·帕克，他们都管她叫波曼小姐。你看他对他的学生是如此的慷慨啊，给了罗一笔钱。虽然在2战期间，罗在服3年兵役的时候，把钱又还给了他啊，但是今天啊，又过了几十年啊，岁月穿梭呀，几十年眨眼就过去了。那时候罗还是一个高中生啊，他的老师是高中老师。几十年后，另外一个叫海伦·帕克的人啊，寄给了他一张$1000的支票，来帮助他跟珍。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命中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啊，几乎一样名字的人，而且都是2个女性，而且都是给我钱的。”昨晚在8点半的时候，珍说她有个非常主动的、相当真实的经验，在其中有几秒钟，她发现自己在非常清澈而浅的水里头跳跃。觉得真正的自由，并极为的享受。他可以看见水底的小圆石子等等。之后他睡得很好，昨晚或今晨都没有量体温。他在10点左右去水疗，而变成11点就回来了。啊，他去的比较早。我该补充说，当我觉悟到1000元支票的意义啊，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一开始我有奇怪的罪恶感和叛逆感啊，他有非常奇怪的罪恶感和叛逆感。你看他什么叫叛逆感啊？觉得现在一种奇怪的方式，我处于一种相当脆弱的地位。他接受别人馈赠，他觉得是一种脆弱的地位啊。纵使那个钱有助于医院的费用啊，那个钱当然对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啊。他从去年的1983年的4月份就住院了，现在已经是84年的2月份了啊，已经住了将近10个月的院啊。纵使在这种啊，他俩又没有医保的前提下啊，我猜他俩是没有医保的，因为他们俩都是自由职业者啊。所以说这时候基本上啊，我印象中我不太确定，就是真在住院的时候，把他前面这些年赚的钱基本上都花完了啊，就是因为住院治病。他说即使这个钱有助于他们支付医疗的费用，但是罗也觉得很脆弱。换句话说，他有点叛逆啊，他不想要这个钱，不想让自己处在这个相当脆弱的位置上。对，他有点反感，有点叛逆，有点罪恶感、羞辱啊、羞耻感。
我也担心啊，我也相信啊，这说写错了，我也相信。虽然海伦在他的信里说那笔捐款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但是仍必然有某个形式的条件，比如有条件是很自然的，必然还有一些，虽然他说不需要任何附带条件，但仍然有什么条件呢？目前我想到的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送礼以及它所意味的个人的接触构成了那个条件。罗说，虽然捐赠者说不需要任何条件，但是意味着你肯定要给这个人回信或者回电话，或者送他一个小礼物等等。他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跟他有更私人的这种接触了。他说我现在认为会以某种形形色色的条件，而我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并无愤世嫉俗之意。罗说，我并不是一个这个愤青愤世嫉俗的人，说你捐款没有条件，其实是附带着要我跟你有更进一步的私人接触的这种隐含的条件的时候，我很生气。罗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是这个意思确实是就罗的觉察力也是非常强的他首先觉察到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觉察到是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不正确的反应和过激了他没有看到这中间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和流动。换句话说，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因为罗和真刻意的保持了跟读者之间的这种距离感，他没有让这个爱流动起来，他没有得到更多的读者对他俩的这种贴心的或者是掏心窝的这种心灵上的交流和滋养。什么样的交流和滋养？就是有多少的读者因为他们的赛斯资料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对这些读者来说是一种翻天覆地的人生的变化，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用重获新生来形容昨天我们正好见了来自英国的我们一个小伙伴还有来自香港的2位小伙伴，还有来自其他新疆的全国各地的几个小伙伴，我们在一起吃饭。那他们的感受就是赛斯资料确实改变了他们一生就仅仅因为赛斯资料在我们不经意的传播中间改变了他们一生，而我们跟他们的这种交流其实对我们是一种滋养尤其是像真处在这种身体状况极不好的这种情况下，而这种对方发自内心的心灵上的这种滋养对真的恢复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真对自己做通灵这件事情，他是有很多的评判心的，因为他的这种不完全接纳和认可，他需要读者用心去滋养他，而不是仅仅从信写几封信字面上的那种客套的那种直白的那种说感谢你们等等等等。而当丹尼跟罗说你要像我一样敞开心的时候，虽然丹尼的这个要求有点推己及人的想法，但是他也一针见血指出了罗的问题。罗和真始终没有敞开他们的心给读者，他们刻意的想保持一个他们俩的私人空间，刻意的想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感这一点也是很微妙的。如果他俩不是夫妻如果他俩是一个人，比如说单身的或者是离异的他们会更愿意跟读者保持一种开放式的交流，因为他们俩之间的交流已经足以占到了他们交流的90%或者更多以上。他们2个人亲密的像本身就是夫妻这样的亲密的交流其实已经不需要跟太多的其他人的交流，而这一点本身是不利的。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模式和方式的权利，我们这里并不是去来评判和指责真和罗他俩的处事方式，
他们俩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有他们的目的和意义，他们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打扰，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也是这件事情的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之所在。但是我只是指出来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更敞开他们的心，跟读者保持更广泛的深入的交流。虽然他们的内在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他们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跟读者回信，在交流，但是他们只做了形式，他们没有真正的从内在去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多生活中也是有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形式上应该怎么做，就是他们知道应该给读者回信但是他们给读者回信更多的是是像一个作家一样，就是读者写信然后来回。对，他忽略了一点，因为他出版的这些赛斯资料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和作家，他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时候他们应该更多的接受这些读者的反馈，让爱流动起来，而不是在他们这儿就封闭起来了，变成他们2个人加上赛斯这3个人的小世界。他应该把他们3个人的世界完全的打开，开放给所有的公众，所有的这些读者，变成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不是仅仅通过他们这些简短的这种礼节上的或者是这种形式上的回信来跟大家沟通我只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件事情中领悟到罗和真他们自己的这个反思和他们自己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上，罗他和真是有很多的纠结的，他们既需要大家的帮助，又对大家的帮助有一种罪恶感和脆弱感4点钟，一位新的女士量了真的血压正常。4点05分，一位学生量的真的体温上升到101度了，真又是开始烧起来了。真在4点06分开始读昨天的课，做得马马虎虎，有时我帮他，我开始整理信。当真终于读完的时候，他说想上一节短课。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这赛斯说。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他说我说话是要保证鲁伯他的体温是一个疗愈的信号，当身体抛出他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烧。赛斯说我来就想告诉真，你发烧是一件好事情，当身体抛开他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会发烧的所以说很多人有过这种经验尤其是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每发一次烧小孩子好像就长大了一些更聪明了一些他说请钟爱的提醒他他打了个喷嚏，信任他的身体以及过程包括发烧这个事情，你俩可以对彼此大有帮助。当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担心或者不安的时候就你们俩互相安慰。一个人没信心的时候，另一个人要有信心去鼓励他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要相信自己的身体，信任身体自动的加速所有的疗愈过程身体是对自己有加速的。而这节课能让鲁伯安心，他只需要专心关注我的话。什么话？就是你的身体在疗愈你自己，要信任他疗愈中间的这个所有的过程，包括你认为的这种我的确真的加快了那个有助于疗愈过程的坐标在这我确实在帮你们做事情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一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4点27分，在上课以后，真似乎觉得好些了就是赛斯这次来的意义也是告诉真信任自己的身体。当上岸彼得逊来访的时候，我刚准备离开，他好多了，明天就回家了。他似乎没有心脏的毛病，在家必须24小时带着一个马甲，以探测任何心脏的不正常，一种监测工具。我相信不知怎的记录心脏的电性活动。
我去超市买菜，吃了一顿比平常晚的晚餐，而打了电话给奥斯汀的海伦帕克，就是今天寄支票给他们的那个。他在铃响了第2声就接了，而我们谈得很愉快。他接到我的电话很惊讶，而我谢谢他的捐款，连击相当的微弱，但是足够清晰。然后我打给在敦提，也就是英国的苏格兰东部港口城市的一个叫这个城市的名字叫敦提这个就是转寄给他支票的这个人。谢谢他转来支票，我们至少谈了半个小时。所有这些活动结果是我去打字的时间晚了，而在我打完字这一节的时候已经是11点20分了最后说真好睡。然后这一部分第2章的第7部分，我们就用这3节给大家串起来这中间虽然赛斯讲的内容不多，非常的短小精悍，但是都非常的重要。而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他们真和罗的反应和他们的这些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其实对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是更有借鉴意义的。因为赛斯作为一个完全的一个高维意识能量的点，他看问题的角度和作为还在人世间世俗生活中沉浮的沉沉浮浮的这些人来说我们要看到他们身上的这些反应和变化，可能对我们的借鉴意义要比赛斯的这些话更接地气一些。这也是赛斯资料独特的魅力之所在，它不像是一个圣经或者一个经书一样上来闭口不谈任何的生活中的琐碎，只谈大道理，只谈真理，只谈正义。它里面夹杂着太多的普通人的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包括一些烦恼和苦恼的事情，而这一些也是这个更接地气、更生活化、更有爱的这部分，让我们很多人能够从中间感觉到正常人生活中的这种唏嘘不已的这种体验。好了，那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先到这儿结束了。那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